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旅游浪人 Kobe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先前我们介绍到要出国旅游，你不一定要用金钱购买机票，可以用里程兑换机票的方式，让你用超低的成本兑换到商务舱机票。今天我们进入到实战的课程，我们来好好聊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懂长龙航空的里程。当然，长龙航空它是台湾国际航空的霸主，国际及两岸航线载客数占比高达40%，而且它早就加入了星空联盟，加上国人都有从台湾出发前往不同国家的需求，里程交易社群中，长龙航空里程占据了大多数的版面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它的里程超级好用。这集 Cobell 不只帮大家整理了最实用的资讯，甚至还亲自跟长隆客服反复确认过，挖出了连常客都容易踩坑的隐藏规则。在正式传授心法之前，请帮我按赞订阅。若身边也有喜欢玩里程的朋友，也欢迎分享给他们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哦。首先，我们注意到长龙航空里程是目前市面上流动性最高的里程。你在 FB 或是 PTT 上，只要讨论到里程转让，长龙航空的里程绝对是最热门的。以近期的行情来说，买方通常希望0.4到0.45元购入，卖方通常开价0.45到0.5元，所以公允价值我会抓在0.45元左右。但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，透过转让得到的里程不能跟你自己有的里程，或是第三人赠送或是转让的里程合并使用。什么意思呢？假设你累积了1万里，想换欧洲的商务舱，还差14万里，你不能只买14万里来凑，你必须一口气跟卖家买满15万里才能开出这张票。那剩下的1万里怎么办呢？我会建议你继续搭飞机，或是刷卡凑到25000里去换一张亚洲线的单程商务舱。那最快拿到里程的方式有哪些？由简单到难，我们分为4种。一、官网买里程，这个方式最贵，但能快速补齐你需要的里程。正常买1里长龙航空的里程需要1.3元新台币，特卖会的时候会比较便宜，最便宜的时候大概会落在1里0.6元新台币。二、跟其他人买，就如同前面所说，每里的公允价值大概落在0.45元新台币，但 c o b e l 在此不特别鼓吹跟陌生人交易，大家要自行注意风险。单信用卡获取，这个会是想要累积长龙航空里程的观众们最主要的来源。如果你的年消费足够，你的年收入也到达一定的水准，有2张高阶联名卡 c o b e l 十分推荐。第一张是国泰世华长龙航空联名极致无限卡，年费为2万元新台币，首刷满5万元送5万里。海外消费呢，每消费10元可以获得1里。第二张是美国运通的长龙联名卡，年费为36800元，首刷送5万里，刷满15万元新台币，再加满1万里。这2张算是比较高阶的卡，会是初期大量拿里程的好方法。详细的权益在画面上，大家可以综合评估后再下手。但如果你是小资族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不想要缴硬性年费，我非常推荐红利点数能够灵活转换的卡片。Cobell 个人也有许多台湾银行发行的信用卡，在这些卡片当中，Cobell 个人最推荐的是国泰世华的 Cube 卡，360点的小数点就能够换1000里的长荣航空里程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当然，其他的银行也有发行类似的信用卡，也能够用红利点数兑换长荣航空的里程，但是比例就没有那么优了。是搭乘飞机获取，这个方式累积最慢。但如果你是拥有长龙航空的高阶会员，那你经常搭乘长程的航线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累积的方式。那如果你是小资族的话，如果你善用外站四段票，常常飞较为长程的航线，那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。但前提是建立在你经常旅游的状况下。接下来 c o b e l 要直接用数字算给你听，怎么样兑换长龙航空的里程最划算？第一种是一般玩法，直接兑换去回程。例如你想去札幌玩，用5万里兑换台北札幌的商务舱来回机票。平常的话呢，票价大约是47822元，那所需的里程为5万里，扣除税金4935元后，每里的价值为0.86元。那我们换成廉价去的话呢，票价飙高到62180元，同样用5万里的长龙航空里程去做兑换，扣除税金5540元后，每里的价值直接拉高到1.13元。二、进阶玩法也就是外站转机，同样都是5万里，我们把航线拉长，改成从札幌飞曼谷，在台北进行转机。
那行程就会变成札幌飞台北，台北飞曼谷，曼谷飞台北，台北飞札幌。这4段票如果用现金买的话，高达112316元，扣除税金11715元后，每里的价值突破天际，来到2.01元。但这一招最大的致命伤就跟外站4段票一样，回台湾转机不能够超过24小时，这对一般上班族来说，假可能会不够用。关于进阶玩法 c o b e 有制作了一张表格，不论是你是想要外站转机，或是长城线中停，看到这张表格应该可以帮助你规划你的行程。不同思路，长龙航空允许你用里程兑换星空联盟酬宾机票，优势是短程允许中停，而且航点更多，整段机票只要在1年内飞完就好。诀窍是其中一定要有一段是飞长龙直飞的班机。同样是札幌飞台北，台北飞曼谷，曼谷飞台北，台北飞札幌的行程，其中一段是其他星空联盟成员直飞的班机，就可以在台北中停，但来回需要8万里，比刚刚多了3万里。但多出来的这3万里，帮你买到了把假期拆开来的绝对弹性。例如中秋节假期结束后，从札幌飞回台北，年底再从台北飞到曼谷，享受圣诞节及跨年假期。隔年228假期的时候再去札幌滑雪。这样的机票呢，现金价为107204元，用8万点的里程兑换，扣除税金12413元后，每里的价值为1.18元。但实物上 c o b e l 认为兑换难度非常的高，因为热门的国定假日里程机票一开放兑换后，很快就会被换完。所以在里程兑换上，我会推荐优先搜寻1年后假期的机票，再回溯到非国定假日的机票。什么意思呢？例如我找到了2027年的劳动节的机票了，但我回溯到前面的时间，我不会特别再挑选国定假日的机票，我会选2027年1月下旬非热门时间的机票，这样在开票上会比较顺利。关于长荣航空里程兑换星空联盟酬宾机票 c o b e l 也制作了一个表格，方便大家理解并规划行程。这些用里程兑换机票的方式很神奇，对吧？但新手一定要注意这2件事情：一，你要先搞懂规则。很多刚入坑的玩家看到中停转机的规定，脑细胞就先死了一半，最后放弃，直接刷卡买票。但 c o b e l 鼓励大家把它当作是一张有严格规则的超值折价券，只要你搞懂它，你就是在用市价5折、6折搭乘商务舱，这些做功课的努力绝对值得。有里程不一定代表有机票。长龙航空对自家会员放票虽然相对大方，但不代表你想出国就一定有机票。尤其是把时间拉长的外站机票，要刚好配上你的休假时间，会是一大挑战。而且如果你是在候补名单中，内心往往会比较煎熬一些。另外，多张票叠加起来的燃油附加费跟机场税，甚至是每段数百元的开票手续费，这些加起来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相加起来也会让里程的价值降低不少，这些都是开票前需要做考量的。总结来说，长龙航空里程计划确实是目前国际航空中声量最高、兑换亮点也最好的。尽管这几年用里程兑换的商务舱机票不能够进高等贵宾室了，中停转机的规则也改恶过，但它依然是我们出游的强力武器。以下是 c o b e l 的综合评比给大家参考。关于长龙航空的里程，你曾经换过什么超划算的机票吗？还是你在开票时有遇到什么卡关的问题？请在下方留言处告诉我。我是 c o b e l 一个致力于帮你省钱、带你飞更远的旅游浪人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